好像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哦。那么事不宜迟，让我们把镜头交给2位玩家嘉宾的实战画面吧。好的，各位，我是小徐。好的，然后这里的话，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新武器。大家好，我是野兽先辈，我今天跟小徐一起给大家带来这一把武器的实战视频。然后这把武器的话呢，外观大家可以看一下，有点类似于龙枪和诸神的一个晚上喝醉了之后的一个状态啊。然后这把武器左键的话呢，有点类似于虎神，分为3段伤害，1段是普通，第2下的话会炸一下，然后多次射击之后的话呢，它就会有一个大炸，有点像研磨的感觉。然后右键分为3段，3段之后还分为2个组合技。第一个的话呢，第一段360度扫一下，击退还是比较强的。然后第2下的话呢，是往前戳一下，哎，会有个小黑洞的效果。1、2，会有个小黑洞的效果，可以短暂的吸附敌人的一个位置。然后第3段分为左键和右键。当我们使用了前2段之后，按左键，左边有能量条的时候按左键，就会发射一个冲击弹。只要能量条有，你就可以一直放，伤害也是比较高。然后第2个1、2，第2段按右键，就会像一个小次元一样往前跳一下，但是距离非常短，并且非常矮，非常短。然后击飞360度的一个敌人。我们可以看到小徐操作这把武器的时候，他是在不断的示范大招的，因为这是这把马神的特点。像我们之前的年度神器的话，它都是有个大招设定的，然后这把神器的话，它的大招是可以一直的示范的。然后这把武器的话呢，还有一个能量条机制，当我们能量满了之后，按2下2键。就可以启动一个狂热模式，这时候能量条就可以启动一个狂热模式，这时候能量条时间更长，这时候我们可以使用多段右键以及左键2，然后左键，然后这里的话呢也是抵不住这么一个雨妖，因为这把武器的话，它的右键是没有解控的，没有解控的效果，这时候你就需要使用一个手枪或者一个雷去进行一个解控。是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把武器的话，它的左键也是相当有特色的。它的左键第1发子弹打的是普通子弹，第2发会造成一个爆炸，然后当玩家连续射击10发之后，它就会引发一个大的爆炸。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的伤害。对的，这把武器大炸的话呢，伤害还是比较高的。在实战当中，我们可以来灌个伤害，右，然后可以2段一直兔子跳。然后满能量，我们就2下2键。不过这把武器容易误触一个换弹，所以说这点需要注意，不知道后续会不会进行一个修改。是的，我们也是比较希望这个能够得到一些优化。对的，这把武器的话，它的一个右键的360度击退还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知道，这把右键的最远的范围能够甩到5米的僵尸。然后它的这个右键的这个黑洞能够吸附到10米以内的敌方单位，没有错，有点类似于合金的那个黑洞啊，一下子就小吸附。右，然后左键，你可以选择左键或右键。如果没有进入狂热模式的话呢，它的2个模式基本上就只能使用2次了。如果进入狂热的话呢，就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去使用了。1、2、3，然后我们还可以切换武器，类似于次元的玩法。右键切了之后，立马切换武器，可以进一个小跳，也是完全没问题的。然后也是得益于这把武器无限大招的特性，玩家实际上这把武器可以使用摁住右键不放手的这种打法。您可以看到我现在右键一直摁着，然后一直在重复的复读着这个向下坠的这个动作，因为这个向下坠的动作是带无敌的，同时会把周围的僵尸全部推开。对的，是一个360度的无敌击退，所以你可以全程按住右键，一直一个小跳。不过这把武器的话呢，它还是比较容易被抓的，它的一个无敌只有1秒钟，落地的时候可能会被僵尸抓，这点需要注意一点。右，然后左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把武器它是有带一个反化，跟往年的年神一样带有个反化盾的效果。对的，这是年神老传统了。
直接全程化身为跳跳虎。1、2，不过这把武器没有解控，这点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盲目往前跳的话，很容易会跳到僵尸脸上去，然后就被抓了。当我们像遇到这种狭窄型的这种地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它的右键的第2种攻击模式，因为它的右键不仅仅只有下砸，你摁左键的话，它会变成一个能量炮。对的，可以用来灌伤害它左键的话。然后左键和右键可以配合，不过它的后摇会比较大一点。就全程跳跳虎，基本上，只要不是黄金僵尸等之类能够直接直线抓到的僵尸，一般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或者可以选择一个快速切枪，就全程360度一个保命。然后这把武器还有个小机制，就是它的一个保命效果。它的话头上自带一个全程的一个青鸾，僵尸靠近了会直接有一个小青鸾效果，会攻击附近2个僵尸。这点也是个小细节。不过它的一个定身效果可能就没有青鸾那么强了，类似于一个小青鸾吧。而且玩家可以注意到，我们这个青鸾效果，它在近距离跟远距离的时候，它们的射速是不一样的。你像在远距离的时候，它的射速可能会慢一点，到了近距离之后，它这个射速就会变得特别快。没有错。所以这点的话也需要大家注意啊。所以这把武器我个人感觉，其实它的一个保命能力啊各方面的，其实是没有蛇神和龙神高的。但呢，它一个玩法各方面可能比蛇和龙更加灵活一点。是的，在经历了龙蛇2年那种冲击波的玩法后，我觉得这种新的一些尝试，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是的。在素质方面的话呢，小鱼这边个人认为啊，可能会比起蛇来说会稍微差一点。不过机动性是非常高的。如果说蛇是一个超级大炮台，那么这把武器可能就是比较灵活的了。而且说到灵活性，它的右键以及它的大招状态您可以随时切枪，然后在您需要的时候再使用出它想要的东西。您看我现在开了一个右键，然后我切到别的武器之后，我可以马上再切回来继续使用刚才未使用完的大招槽。是的。所以灌伤害的一个效果也是有的，然后可以跑路也选择。我们2段的跳可以击退附近僵尸，然后直接进行一个跑路，也是完全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而且在它这个2段跳的话，在生化 Z 里面搭配一些特定的技能的话，能够有不错的效果。是的。所以可能比起前几年的厚重型的一些年神来说，这把武器可能就是更加灵活一点，操作空间会比较大一点。可能后续的一个开发和玩法可能会更加有意思点，就不是纯素质怪了。是，而且玩家到时候在玩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它这个跳跃的话会跟随你的方向键进行跳跃。如果说您的跳跃是没有摁方向键的话，你摁右键，对的，右键的它是原地跳。是的，一个小次元效果啊，类似。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跳跃的时候松开，也是可以进行一个类似于次元的一个小段位移，也是可以的。其实它这个右键在第二段的时候，它是进入一个变形状态。进入变形状态之后，它会有一个巨怪的效果。对的，所以这把年神其实它机制方面跟往年不太一样。往年的话都是一个充能然后大招，今年的话能量条更加偏向于一个狂热状态，非常不一样。而且你们有发现了，它这个巨怪实际上更适合它的一些右键攻击的一些手段。你像可以把它聚在一起的时候，用一个能量炮进行一个轰击，然后同时，对的，然后这时候我们右键第2段它是有一个小吸附的，吸附完之后，我们再用它的一个左键对巨怪的僵尸进行一个轰击。然后当我们有2段100%能量之后，就可以疯狂的左键灌伤害，或者右键跳虎，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是的，不过还是要注意，还是那句话，这把武器保命性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强啊。但对于这种武器的话，我其实会更喜欢一点。像那种往年的那些比较全能的武器的话，今年的这种武器设计显得更有新意一点。对的，可能会在一方面进行了一个削弱，在别的方面进行了一个填补，会不太一样。主打一个灵活，今年是。好，我们最后天使开一下，右键1段、2段，然后跳虎模式。OK，
然后满能量之后，我们就无脑选择一个输出就可以了，或者说选择保命都是可以的。看当场的一个情况。而且它这个右键的变形，我们是可以随意组合我们想要的效果。比如我可以右键摁住变形之后，我可以往后跳。我可以右键摁住变形之后，我可以往后跳一下，然后再往前发射一段冲击波，然后可以适应我们当前的一些战互相搭配。其实左键的一个常态可能并不是特别长，平时可能会用的不是很多。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特点武器，好吧？是的，今年的特点武器跟往年不太一样。我们以前的往年武器大多都是一些主武器。对的。今年选择一些特别的，咱们今年玩的特点武器是一把近战。对的，是一个狼牙棒。然后左键的话呢，就是一个危机，哎，猛猛的锤僵尸，爽锤，有点类似于那个冰锤。然后右键的话呢，是这把武器的一个核心机制，按住右键，这把武器会一直挥360度。一直挥啊！你只要不松开就停不下来。然后这把武器的话，你按右键挥的时候，中间会有个能量条，然后这个条啊里面还会一直有一个小条一直在动。哎，这时候如果我们停在了黄条，松开，这个锤子会进行一个上挑的一个攻击。如果是在蓝条停下的话呢，是原地向前方砸一下。也可以在实战当中啊结合自身情况去使用啊。这里的话，小徐更加推荐使用这么一个上挑。哎，会更加好用一点点，可以击飞很多僵尸，黄金僵尸都能击飞。而且我们在摁右键的时候，这把武器是会给我们360度的一个护身效果。然后它的蓝锤子状态的话，往下砸会给僵尸一个很强的一个定身效果。对，同时它这把武器还有个特殊的效果，就是它在每10秒的时候，它会给我们的武器增加一个大招。然后我们使用大招的时候可以使用二键，二键的话它就会发动一个360度的一个冲击波。对的，是360度的，然后向四周发一个3段的一个冲击波。而且作为一把史诗级别的武器，它也带有一些史诗级别的效果。例如我们的血量，当我们血量低于50%的时候，它会给予我们当前最大血量50%的蓝盾，持续时间有8秒。对的，这是史诗武器的一个通用技能啊，对吧？然后被僵尸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2段2，直接击推。它的话，二键的话最多好像冲了3段对吧？是的。然后就可以猛锤了，也可以攒3段，然后猛锤一波，进行一波清屏。可以说，咱们今年的年度神器跟特点跟往年都不太一样。对的，保命效果的话呢也不错。这边没有切出来，没关系。好的，我们这边再来玩一下。不过这把武器毕竟是把史诗武器啊，所以说对于一些黄金僵尸啊各方面的可能就稍微有点乏力了，稍微有点。但对付一些普通僵尸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然后这把武器它开右键的时候还有点前摇，哎，你不能够按右键立马推出来。如果你按右键立马松开的话，它是默认一个蓝条。说到这个武器的压制力的话，它这把武器的左键是面前180度的攻击，然后右键的话是360度。对的，然后它右键的话是都不吃6的，它的右键无论是砸还是挑，还是这个大招360大招都是不吃6，只有左键是吃6这把武器。然后一说到吃6的话，其实玩家也挺好奇，像年神这个东西它吃不吃6呢？那我们现在可以检查一下。对的。开个6，左键它的吃6，但是右键呢好像并不吃6。对的，这把武器的话，年神的话呢，它是左键的第1段和第2段，大招的话呢不吃6，包括它的右键和大招都是不吃6的。也在一方面限制了它的一个强度吧，具体还是要等一个日服上线了看调整。实际上，像这种比较灵活型的武器，玩家之间是可以开发出更多的玩法。
像我们之前的龙神跟蛇神的话，因为它的攻击会偏，它的所有的模组更偏向于攻击一点，而没有失去了一些娱乐性。然后我们现在用的这把年神，实际上娱乐性拉满，而且它的伤害还不差。是的。所以今年神的话呢，我感觉是近几年可能最不太一样的一把年神了。是。前辈你觉得呢？我会觉得今年的年神是一个特别值得夸奖一点的东西，总算不会再被人说是无脑冲击波了。是的，它的话机制可以无限大招嘛，类似于。是，而且它这个右键在僵尸群里面的话，它的那个频率会更高一点，这是这把武器的一些特性。对的，就比如远处僵尸，你用右键的话呢，可能就最多只能跳个5下开狂的时候。但如果僵尸靠得比较近，你就可以跳个7到8下可能够。但对于一些黄金僵尸来说，可能压制力、统治力和侵略性，可能就没有蛇神那么强了，可能更。好，基本上可以说开个狼雷，然后右键疯狂游走。不过具体的话还是要等真正服上线之后，到游戏里面我们具体看一下，可能有些地方需要做修改。是的，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刚才丢弃的那把武器，它的充能是保持着的，是不会说你被武器震掉之后，它这个充能就消失，它是还是保留着。对的，它会保留它的一个充能，就算掉地上。但这把武器它丢地上能自动充能吗？这就要你们在实战中好好的摸索一番。不要摸索了，你来说吧。是不行的。没有错，这把武器的话，它在地上是不能充能的，只能就是在背包里面充能，丢地上是不可以的。但是它还是给我们保留了充能，因为在目前比较复杂的战局下，玩家的武器实际上会经常被震掉。但是它还是保留了一些充能效果。是的，所以我个人感觉这把武器可能鼓励玩家多去做一个操作以及一个游走。是，如果蛇神是一个究极高伤害的一个自动炮台，那么这把武器就是个游龙了，在僵尸对面游走了。不过这把武器还要可能会有概率被抓，它的保命效果一开始也说了，可能没有龙和蛇那么 crazy， 但是它还是挺无脑的，我们只要右键摁住不放手就行了。对的，特别第一段的话，如果速切也是可以的，猛速切就一直360度。而且随着目前生化模式的僵尸抗性上去了之后，玩家其实会更希望有一个能够常驻的一个输出模式，像今年的马神，因为它的大招其实就已经类似于达到了常驻化的效果，我们可以的话是比往年都要强的不少。对这把武器的话呢，我个人感觉它的一个机制啊，有点类似于次元和一个轻峦的一个混搭版本啊，对次元和轻峦都进行削弱，然后进行了一个混搭，穿插在了一起。它还是带了一些保命的，主要是它这个轻峦这个效果，它带了一些保命的效果，就是我们总是会怕被偷屁股，然后轻峦的话其实会有一些类似于给我们的预警效果，有一个小小的保命效果。然后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些当成那个天驱用，可以稍微有更多的玩法。所以我就说这把武器它是一个玩法开发效果会很好的一把武器。就比如在生化机里面使到一个快切技能呢，那没准哦，那它就可以为所欲为，说不定可以在天上多段跳哦。这的话，我们今天演示的是一个双英雄模式，所以说无法给大家做到一个其他模式的一个预期。好的，我要开大招了。我现在在狮群里面猛的跳火，使用右键摁住不放手，无限的下砸。不过这把武器的话，它的一个为什么它保命效果稍微弱一点呢？因为它好像是打不了一个对击的。
如果段120之类的冲过来，可能会有点难办。是的，今年的年神比起往年的话，没有强坠的效果，然后它主要是放在了玩家的机动性上面，至少给僵尸一些机会吧。对的，属于是砍了一个保命效果，但增加了一个移动、一个机动性，更方便我们平时的一个游龙以及游走和打野。基本上是靠近不了那普通僵尸。那段1的话还是有一点机会的。是的。